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帆，欢迎回到梁帆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李一诺的这本《力量从哪里来》。书中分享了非常多来自李一诺本人的经验，包括他的职场经历、学习成长，以及成为3个孩子母亲，甚至是自己开学校的经历。你们可能对李一诺这个人不太了解，但其实如果要说到他的经历的话，那可真的是金光灿灿。一诺可以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了。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生物系的本科，后来去了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了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了麦肯锡，最终成为了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后来投身公益，成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并且还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网易的创始人丁磊和篮球巨星姚明都曾入选过这个奖项。而当他成为了3个孩子的母亲之后，因为找不到理想中的现有的教学模式，索性就自己办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叫做伊图学校，并且他还是100万级公众号奴隶社会的创始人。而说到这里，我其实就已经非常佩服他了，不仅是因为他过去非常辉煌的履历，还佩服他的魄力，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教育模式，索性就自己干了，自己创办了一所学校。而我自己也非常有幸，在初中的时候就有关注到了奴隶社会这个公众号，然后一直关注到了现在。现在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和他的距离可以这么近，他也正是我们 Global Citizen Year 世界公民年项目的首位华人嘉宾。而李一诺在书中也分享了他非常多从不敢到敢的经历的转变，而在这期视频中，我也会向大家分享4个与我连接最深的方面，希望也能够对你们能够有所启发。第一部分，如何打破自我怀疑。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存在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个底层陷阱，那就是自我怀疑。当我们要开始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开始展示自己的时候，自我怀疑便会冒出来了。我相信你肯定会有以下类似的经历啊。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冒出来的念头是不是说，我是不是不够好呢？要不这次还是算了吧。天哪，我怎么能够展示我自己呢？要不还是算了吧。而要不还是算了吧，这个其实可能会成为那个根深蒂固的阻止你迈出前进的第一步的。而为什么会有这种自我怀疑呢？按照过去几年我对于我自我的内心的探索来看的话，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自我怀疑，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童年时期吧。而这其中的关键其实就是和你的主要养育者有关。回顾你的童年，当你有了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之后，你的主要养育者是会鼓励你去实现它呢，还是只是会不屑一顾呢？而如果只是不屑一顾的话，久而久之你会受到身边成长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其实就是会逐渐固化到我们的人生当中。即便有一天当你独立了，你自己其实也会发现自己很难摆脱这样的一个心理惯性。那么我们要如何打破我们的自我怀疑呢？其实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就是要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的怪圈，其次就是要有适当的方法，有条件的可以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找到一群高能量的朋友，他们往往能够激发你的潜力。除此之外，也可以像李一诺一样，尝试在做事情的时候慢下来，与自己对话，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所恐惧的东西是什么。一诺也在书中分享到了类似的经历，那时他正面临着自己要不要投身公益的这么一个选择，一边是麦肯锡合伙人体面的高薪和带给全家人全世界最顶尖的一份医疗保险，另一面是面对着收入将极大下降的公益行业。面对自我怀疑，可以得过且过，也可以选择像李一诺一样，通过自我对话的方式不断地问自己问题，一步一步揭开自己内心最深的恐惧是什么，抽丝剥茧般地问自己问题，直至找出自己最根本的顾虑。恐惧其实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当你不明白它是什么的时候，它往往会一直在那里，你逃不掉也躲不开，它会一直让你受折磨，因为其实它深深地根植于你的内心当中。而一旦当你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的内心恐惧是什么的时候，恐惧对于我们的影响其实就已经消除了一半了，而剩下的另一半则需要我们直接去面对。直面恐惧才是打破恐惧最好的方法。第二部分分享的是书中关于教育的部分，教育开始回归本心，学会与自我对话。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们能够从一小就开始学会。而李一诺也在前段时间与我们的分享会中分享到，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其实他做的最多的
的一件事情就是与自我对话。我们总是被教育要去做这些那样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亚洲的学生来说，会有太多来自家庭或者是社会以及文化的期待，而在这么多的期待过程中，往往唯独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待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我们身边其实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大学之前一直在成绩上维持着一种成绩上的军备竞赛式的紧张，而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之后，然后突然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方向，在大学中浑浑噩噩一下子就度过了4年，之后便面临着毕业及失业的尴尬。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教育呢？在我看来，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们的人格，也是难得的可以改变我们原生家庭通路的一次机会。而也正是李一诺的关系，我接触到了我们所说的创新教育。虽然说这个名字叫做创新教育但是我觉得这个叫法只是相对的。相对于我们传统的教育而言，在我大致的了解了创新教育之后，我更倾向于叫它于回归教育。这也是我一直所推崇的一种教育理念，尤其是在未来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时代中，人需要变得更像人，在发挥出作为人本来的优势的同时，还能够与机器们形成良好的合作和互动。而回归教育则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的孩子保持住了作为人最有价值的能力，比如说爱别人的能力、共情的能力、完成复杂决策的能力，以及互相协作的能力等等一系列能力，试着回归到人本身应该有的样子当中。在未来的时代中，孩子们自己可以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最大的价值。第3部分，无条件的爱才是最好的滋养。而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孩子们急速的成长，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家长们的焦虑，不仅仅是为孩子的未来在大环境中的竞争而担忧，而其实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家长本身的内心，纠结于他们身上过去没有完成的心愿，潜移默化中父母的意愿往往也就会转移到孩子身上。而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自己的本心当中去养育孩子的话，其实就会发现这样的焦虑往往做的是无用功，而且还会损伤孩子们本来已有的精神胚胎。抛开很多的方法论咱们暂时不谈，养育孩子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给予孩子完全充足的爱，而且还是那种无条件的关爱。这种表现方式就体现在对孩子舒展生命力时所表达出来的无条件的支持和关注。当你的孩子对这个世界表达出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的时候，你能否做好一个支持的角色？当孩子有了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能否帮着一起去判断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而不是直接忽略掉？而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内心所拥有的坚实的一股力量。每个人总会有那么一道光，来自童年，他曾照亮过自己的内心。你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爱坏掉。爱和宠溺其实是完全2回事情。爱是无条件的关注和有原则的坚守，充足的爱才能滋养出充盈的内心，而被宠溺冲坏掉的孩子往往则是被物质和虚晃堆出来的空气，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其实往往金钱是很难堆砌出来的。家长们需要花时间、花心思、花精力与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共同经历过很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时光。而这一点其实一点都不比你们家长个人的人生事业更容易。况且父母跟孩子之间最终的关系一定是分离。当孩子感受过充足的爱了之后，他们会长出自己的力量去独自探索整个世界。而这时候父母们要做的就是只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再去支持就好了。放心吧，你们需要充分的相信自己的孩子不会误入歧途，不会退缩，他会勇敢一往无前，坚定地追寻自己的所爱，最终也一定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就像李一诺在书中分享的一句话，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对我的感触也很大。父母永远想象不到一个充分生长过的孩子究竟能够具有多大的力量。孩子能到的地方是我们做父母的做梦都想不出来的地方。我们的人其实就像是电池一样，当电池老化衰减的时候，需要用爱去修复。幸福的家庭关系往往是很多孩子一往无前的持续动力。而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一诺的例子，从原来的普通乡村大妞到后来的清华大学，后来一路过关斩将到了麦肯锡合伙人的位置，最后却放弃了一份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险的这么一份工作。他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了可能比之前收入少很多的公益行业。而之所以能够选择公益，其实也少不了一诺原生家庭中姥姥和妈妈的影响。更让我佩服的是，他还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3个孩子的母亲，并且还能勇敢地对现存的教育体制说不。为了能够给自己的孩子以及许多其他认同他教育理念的家长们合适的教育，索性就自己干起了一所学校。有的时候啊，很难想象这些蕴藏着巨大能量的事情，最终都来自李一诺最初内心的力量。
从最开始的不敢做梦，到后来的以梦为马，不断的超越原来的那个自己。我们的人生不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让我们远不曾想象过的精彩吗？第4方面，女性在未来所拥有的无限潜能。如果你是一位女性啊，其实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在未来的潜能。数据也在不断的证明，女性一样可以做到行业的顶尖，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的加速。即使在我们传统所认为的男生更强势的这些理工科科研领域，女生依旧可以做到很顶尖的位置。而李一诺本身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他在加入麦肯锡之前就已经取得了 UCLA 的分子生物学的博士了。而我过去所接触的科学家的圈子中，我自己也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科学家，并且她们都能在行业中做到非常好的位置。同时，女孩们，其实你们还拥有我们大多数男生们难以复制的一些品质，比如说有着更好的同理心，能够更懂得运用人际网络的力量，善于与人结网的能力，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对自己妄自菲薄，在新的时代中发挥好你们的优势，其实你们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可能的。而随着未来技术的发展，当女性的生育忧虑不再成为烦恼时，各行各业中也一定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者的。我这么说其实也不是在讨好女性哈，只是我是觉得在未来文明能够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中，性别其实不应该成为限制一个人最终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因素。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酣畅淋漓地过这一生。而其实如果我未来作为一个孩子、丈夫或者父亲的角色，我也会很乐意的支持我身边各种各样的女性的角色，为未来不再有所谓的一个性别去限制一个人最终价值的实现。那这个社会岂不是太酷了吗？最后啊，我们再聊一聊真诚吧。真诚其实就是最大的方法。其实在看完李一诺的这本《力量从哪里来》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真诚。我很能理解一个写书的作者希望能一定程度上塑造自己的形象，但是一诺却可以在书中完全直面自己生活中最平常的一面。书中其实并没有太多他光鲜亮丽的一面，更多的反而是他在生活中所会遇到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也完全不会介意分享自己的糗事儿，多少次我都是在啼笑皆非中看完的。但后来我想，也许这真的就是内心充盈丰富的自己会有的样子吧。正如他想所表达的，不端不装，有趣有梦。真诚让他变得无坚不摧，不管是见识了世界上多少顶级的资源之后，她依旧是那位可以保持自己初心的小女孩。这本书的内容其实还有很多，我选择的范围也着实小了点。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这本书买来读一读，里面还有非常多一诺在麦肯锡职场升级打怪的经验，以及如何领导团队，如何与职业教练沟通，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如何突破自我等等，看完了就可以拿来用的经验，相信也一定会对你们有所帮助的。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吧。